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周一早上，闹钟响了好多次，身体却累得不行，怎么都起不了床。刷牙的时候，看到镜子中的自己，白头发又多了几根。这时候第一个念头并不是或许我要好好对待自己，而是今天还有3个该死的会。人生到了中年，天天忙忙碌碌的，突然在某一天失去了所有去上班的动力。我有位朋友，他凌晨2点私信我说，人生为了有保底，持续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，牺牲了最黄金的10年，这真的值得吗？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，就是不想去上班。在文化下，我们的人生从出生开始就有一张说明书，但是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，人生需要完成自我同一性，才不会迷茫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弄清楚我是谁，我要做什么这2个问题。我们这一代人，从小父母就告诉了我们人生的标准答案：考上大学，进公司，买房，成家，生孩子。可当这些目标一步步完成时，很多人就会有一种迷茫感。我每天挤地铁，做 PPT，开会，身体虽然坐在工位上，但是思绪早已飘到了天边。更残酷的是，当我们终于有时间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？现实就会残酷地告诉你，现在经济增速放缓，到处都在裁员，你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，还矫情什么呀？当一个人要用黄金的10年来换取保底的人生，却让他每天醒起来就想请假，不去工作，或许我们应该讨论一下为什么会这样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入主题，不想上班。每周工作5天，休息2天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像是被囚禁5天，然后等来2天的监狱放风，甚至更多人连放风的资格都没有。周六还要加班，周日只能瘫倒在床上，刷着连续剧算着，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回牢房。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职业倦怠，就是你的工作每天都在折磨着你。它有3个症状：第一，情绪被消耗干净了，跟同事打招呼都费力，感觉像在浪费表情；第二，丧失与人相处的感觉，认为客户都是 NPC，认为同事只是人生背景，甚至家人发信息过来，都下意识地回复一个一来回应他们。第三，成就感消失，哪怕 KPI 达标，拿到了更多奖金，你也会觉得只是银行卡上多了几个数字。这时候会想想，是不是太矫情了？当你发现体检报告里的身体异常比工资涨得还要快时，然后心里就会出现一个声音：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？更绝望的是，这种日子每天都在循环，365天没有出口。年初算着5一有5天假期，过完之后又算着11有7天假期，然后又算着春节有10几天假期。这种感觉就好像人被关在监狱里，像是个无期徒刑。或许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监狱的样子。有个大学同学私信我，我现在上班，每天都在坐牢，我想去做营养师，可算算房贷还有18年，还是算了吧。他说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年轻的时候选错路，大不了重来。现在你还背负着家庭呢。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说过，自由是世上最沉重的礼物。当终于想明白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就不得不面对2个问题：第一，你敢为你的选择买单吗？第二，你输得起吗？这种想法每天都在折磨着我们。左手抓住现在的生活，右手却去寻找自己的梦想。想创业，又怕破产；想转行，又怕薪水断崖下跌。这几种想法天天都在脑中盘旋，每天都在把人折磨到不行。或许只有2条路：继续坚持，或者躺平。但或许可以有第3条路，慢慢的去改变自己。其实很多改变一直在我们身边发生。例如你每天经过人行道旁边的大树，它用20年的时间撑开了人行道地砖。我们可能在某个清晨突然看到了它撑出的裂缝。或许改变可以不用惊天动地，而是一条慢慢走过的路。我从我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3条简单的建议。第一，当你迷茫时，先想清楚自己要什么，尝试想象一下未来，并不是要你直接辞职，
而是或许你可以在每天通勤的时候问自己，如果今年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年，我这一生还有什么遗憾？第二，当想清楚后，在人生的每个岔路口偷偷的改变。改变从来不是一次选择，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。我有个设计师朋友，天天被甲方骂到崩溃，但他每天下班坚持学插画，最后成为了一名插画师。而有个朋友曾经是个美术，每周坚持学2个小时法律，现在变成了一名律师。或许每天坚持改写一段人生剧本，5年或10年后会有惊人的变化。第三，不要掐灭自己的好奇。就像你在公园里面看到年轻人在玩跑酷时，会不自觉地想到，这有什么用？这能赚钱吗？或许就是某件无用的事，便是你人生最想要探索的内容。小时候父母总说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当时还不知道罗马是什么，但现在看来，每天都有人动身。10年前种下的梧桐树种子，今天已经成为了参天大树。所以当下的一点一滴的改变，都会让未来的你人生更舒适。最后再问一个问题，如果5年之后注定要后悔，那我今天真的不做些什么吗？如果这条视频有一点触动了你，请你在评论区里留言，我不想上班。如果你对身边的更多心理学感兴趣，请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